大家好，我是鸡尾巴，欢迎来到游牧 camp， 耶！今天呢是8月4号礼拜三，那8月4号礼拜三是什么日子呢？答案就是我们游牧 camp 的团圆日。兰兰跟雅雅呢，终于要来到日本了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呢拿到了日本的签证。雅雅终于可以来到日本了。这中间的血泪，我们想到就想哭。不过呢，当我看到雅雅的笑容，我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啦。兰兰她也是个9个多月要回来日本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呢，先开车开个6个小时来到三重。买他最喜欢的面包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机场接他，来一个机场感动的大团圆。那最近日本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并没有开放观光签。相信也有很多人被困在外面，没有办法回来日本。在影片的最后呢，会由我们的兰兰来进行解说，如何入境日本，以及入境日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。现在也已经2个月大了，我真的觉得小孩子都长很快。我看他刚出生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就已经差很多了，我就觉得我好像错过好多哦，我都没有办法待在他身边，我只能透过镜头去看雅雅傻笑。在这边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啦，就是小孩子刚出生啊，然后又是新手妈妈，再加上签证的问题又搞好久才搞好。所以以至于我们现在的频道呢停滞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等雅雅他们来到日本安顿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持续更新我们的频道啦。那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吧。那时间也差不多啦，那我就赶快去接雅雅喽！雅雅 ，Let's go！我是兰兰，现在我们到了桃园中正机场，终于要回日本了。我回来台湾 long stay 8个月多的时间，今天终于要跟鸡尾巴再相会了。想必鸡尾巴应该很想我吧？今天呢，则是多带了一只，这有点难看到，它现在正在睡觉。这一趟旅程真是不容易啊！这是我们今天的班机。Cabin attendant door doors in white。各位贵宾，本机舱门已经关闭。你怎么在笑？你在笑什么？很开心啊。坐飞机这么开心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看一下爷爷在干嘛？他在睡觉。各位贵宾，我们即将到达名古屋，现在请您回到座位上，系好安全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now approaching Nagoya.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. Fasten your seatbelt.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机场啦！好怀念哦！去年也是来这边送机，今天呢，终于要来接机啦！好期待，好紧张啊！终于可以抱到雅雅了，那我们赶快去等他们吧。那你可以看到一些人都是不戴口罩的。其实对于日本疫情，我已经放弃了。看一下兰兰他们的班机已经入国手续中了，看到没有？入国手续已经到了，呀哒！耶，已经到了！国际线的出口在这边，他们等一下就会从这个出口出来，好紧张哦！现在心情就是有点忐忑不安，心里面一直有很多小剧场。现在好像就只有1个班机，就是台北来的班机，其他都欠航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吧，等好久哦。
这里下午5点32分到，现在已经7点32分了，太阳都已经下山了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小哦，怎么那么小？哎呀，好小哦，怎么比想象中小好多哦？我的老公就死了，耶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比想象中好小哦，跟我想象中差好多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知道它那么小哎。才2个月而已。我不知道它那么小哎。你以为看起来很大？对，很大只哎，对，因为它照片看起来就很大只哎。变大只了。好想哭啊！哎呀，怎么那么小啊？看照片、影片，我都觉得它好大只哦。哇，我长大了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小？好小啊！如果长得也跟爸爸很像。怎么那么小？好小啊！我看那个影片，我真的觉得很大哎。很大只吗？然后每个人看都觉得好小，是影片把它拍太胖了。哎呀，我是爸比呢。哎呀，困搞搞啊！哎呀，你想要困搞搞啊？他刚才在哭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家懒懒呢？他现在就在收拾东西了，那就让我偷一点时间来拍一下我家的丫丫，不要咕咕丫丫。怎么会那么可爱？好啦，那这边顺便来告知一下，通常就是他们入境到出关，我们整整花了2个多小时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日本接机的话，可能抓个1个半小时再来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准备要开高速公路，要花4个小时回富山。感谢大家，我真的是好感动哦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雀斑，我是兰兰，欢迎来到游牧，耶！我们终于合体了，我们一家3口终于第一次上相，看看我们家的小公主。她是天才美少女。影片的后面呢，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雅雅从台湾带到日本来。哇，这样子好可爱，这样子也不错啊。大家觉得雅雅跟我比较像，还是跟奶奶比较像呢？还是跟我啊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家的雅雅呢，她出生是在今年的5月26号。那一出生之后呢，没过多久，兰兰就把她的出生证明寄到日本来给我。那我收到出生证明呢，我也是第一次申请雅雅的签证。又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日本是完全不接受外国人的新规申请。如果你有人道理由的话，才能够申请。首先就是要先到入管局去申请雅雅的签证，资格认定申请书。资格认定申请书呢，它需要的东西，中文的出生证明之外呢，我另外还附上出生证明的1本。因为雅雅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护照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再附上英文版的出生证明，她要去核对罗马拼音的资料，再加上3个月内的照片，再加上一个回邮信封，这样就可以去申请了。雅雅出生是5月26号，我整个办理完了，因为我重复跑了很多次，整个把5件都补完的时候呢，是6月13号，我终于把雅雅的申请书给递交出去。那她的资格认定书呢，收到的时候是在7月16号，过了1个月我才收到雅雅的资格认定书。收到之后呢，我就非常的高兴啊，马上用最快速的，好像过了2天而已吧。对，我2天就收到了。然后我在日本的工作呢，就算全部完成了。比较麻烦的就是兰兰这边的，她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了。我刚好有帮他去跑护照，拿到护照那一天，邮差也把那个资格认定书也寄到我手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刚好这2个东西都拿到，我就可以准备去日台交流学会去做提交的动作。我先打电话一趟，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日本是没有在审核一些新规的签证，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的理由需要缴交的就是一些资料，你先 email 给他们，那他们会先审核你的资料。比较特殊的是需要理由书，因为理由书一定要写上我们是什么原因要申请雅雅的签证。理由书是全部日文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是要给日本人看。那其实，在回复上方面是非常快速的，用最快的时间，然后呢，赶快去日台交流学会去领柜申请，就提交呀。申请提交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很兴奋要等他的签证。在提交的时候，他也说不一定会下来哦。他有特别强调，因为他们只是负责送件，那实际上审核的还是由日本政府那边去做审核，所以他们并不保证说签证一定会下来，要有心理准备这样。那时候我超担心的，要是没过，我就要跟雅雅分开很久。在网络上有太多人就是因为新规不能申请，所以一直滞留在台湾的。跟小孩分开很久的例子好多，我算很幸运的。过了大概11天，我就接到电话。
证，然后很顺利拿到。有签证嘛，我赶快买机票了。从名古屋到富山的话，大概开高速公路4个小时，那我就直接买下一班飞机，直接飞回来。因为如果我再不买的话，我就要等到8月底拿到签证之后，开始在忙一些该办的事项，关于雅雅的东西什么，全部那个礼拜都要把它弄好。做 PCR 需要日本的格式吧，然后就直接就是找一个就可以开日本证明的。他想睡觉的，我行李真的非常的多，然后我又背着这一只快5公斤的小 baby。第一关就是要先看 QR code 健康的证明啊，你网络上要先写好啊。记得在台湾确运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誓约书，给我们一本还蛮厚的东西，全部都要看过，全部都要写好。因为就是关于一些安装一些 APP 啊，然后写誓约书啊。对，我们那架飞机其实蛮多人的。真假的？我以为很少人会来日本，几乎都日本人啊。目测大概加起来有20几位哦，他就一个个 check 资料啊，然后你的 PCR 阴性证明啊在你啊。说什么？可以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你继续啊。第一关我就已经有拿到核酸检测，大人是用唾液，小孩子用擦鼻孔，他这些东西也给我，就叫我拿在手上。缴交誓约书啊，大概也过了3、4关有哦。核酸检测也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台子嘛。那 APP 的下载，我觉得这一关也很花时间，大概6、7个工作人员，他是一个一个去跟你面谈，之后会怎么跟你联络啊，然后主要是帮你做一些设定，怕有些人听不懂日文嘛。印象中有听到一个讲中文，所以这10天内他们都会用 APP 跟你做联络。那手机的铃声千万不要关啊，因为他们会随时打电话给你啊。那核酸检测，大人的话是用唾液，小孩子的话是用搓鼻孔的。很深哦。很深啊。有哭吗？印象中有挨一下，然后做完之后他就有一个休憩的地方。等了1个小时之后，终于看到我的号码。下一关我要走去拿行李了，很花时间。行李真的不要带太重。小孩子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推车会比较好。这几天在家里过着隔离的生活，每天就是吃啊、睡啊、照顾雅雅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点发福，我应该还蛮明显的吧，跟刚才的影片比的话，就有点发福。然后尤其是这段期间，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来跟兰兰做视讯，他也要确认小朋友有没有在家。另外呢，你的 APP 啊也要上传你的定位啊，每天都要做健康管理什么的都有，所以基本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格啊。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是怎么样，有些好像真的没有接到这个电话，可是我是每天都接到。他真的打电话来，然后跟他视讯。稍微有一点瑕疵的地方是我没有列入在要隔离的地方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出去买东西。对，基本上我们相处还是这么的近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新生儿的签证新规申请历程，分享给大家。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对，我们会很耐心的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因为现在这段期间呢，要新规申请是真的还蛮困难的。你没有理由是没有办法。对，好不容易我们有这个经验啊，就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那喜欢游牧 Camp 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跟着我们一起去冒险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雅雅要拜拜吗？算了，拜拜。